但我真的覺得利物浦有這麼多的球星，斯洛特卻只會使用一套陣容，沒有見過這麼死板的教練，沒什麼可說的。老 K 心裡面從來沒有這麼踏定過，斯洛特遲早得下課。甚至在比賽結束後，主教練弗蘭克和熱刺的球員向客隊看台球迷致謝。這時候客队看台再次響起噓聲，熱刺球迷們再次唱着我們希望弗蘭克下課。維尼修斯也立刻在社媒評論道，脚太旺了，我愛你。所以咱們小熊维尼修斯有這樣漂亮的姐姐在身邊，還有什麼想不通的？趕緊把皇馬給續約了吧。好的，朋友们，今天中國 U23 還是輸掉了，還有其他的焦點比賽很多，利物浦和拜仁也都輸了球，而皇馬和曼城卻取得了勝利。老 K 足球新聞非常感謝您的支持，喜歡的話請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做節目不容易，所以謝謝大家的厚愛。利物浦完了，這一次老 K 看利物浦輸球跟過去的感覺不一樣。今天真的是放一句話，斯洛特遲早得下課，遲早得下課。今天的比賽第26分鐘，范戴克就失誤，對方斯科特助攻，埃万尼尔松破門。剛剛7分鐘後又是希爾送出直塞，西门尼斯推射穿襠入網。比賽才打了1/3，利物浦已經2-0落後。不過上半場第45分鐘，范戴克將功補過，索波斯洛伊助攻，范戴克頭球後蹭得手，1-2的比分一直維持到第80分鐘。薩拉赫助攻，索波斯洛伊一個戰術任意球破門，2-2。當時扳平之後，利物浦球迷的心情真是極爽啊，就像坐過山車一樣。可誰能想到第95分鐘補時被絕殺，阿德利門前小角度挑射入網，伯恩利是一個遠距離的界外球扔到小禁區內，然後一頓混戰。過去輸了那麼多場，老 K 沒有發話，但今天我把話放在這裡，斯洛特遲早得下課。都不要說比賽的輸贏了，歐洲最富激情的球隊利物浦已經被帶成最無聊的隊。每一次看利物浦踢這種讓人昏昏欲睡的足球，真是讓人受不了。甚至你看看積分榜，利物浦的進球數還沒有曼聯多，這真是想不到啊。別看2-3的結果好像很激情，可整個比賽過程相當沉悶。老 K 現在只有一個衷心的想法，希望這場失利能夠帶來光頭斯洛特下課的消息。這個賽季剛開始，利物浦絕殺了多少次？可最後利物浦這賽季被絕殺了多少次？輸球是可以輸的，但不可以這樣的沒有血性啊！賽季前5輪場場絕殺，現在是被人絕殺。可無論哪一種，都深刻地反映出現在的利物浦真的是沒有什麼戰術可言。在場上就看見薩拉赫和加克波這兩個球員到底有什麼用？歐洲足壇好像沒有哪個豪門兩條邊如此的抽象，你甚至感覺今天4-0贏了中國 U23 的日本隊，如果是這兩個打邊爐，中國 U23 就有希望了。所以利物浦這幾個荷蘭幫的球員各自都有些小問題。上賽季范戴克確實是帶頭大哥之一，但本賽季也可以看出確實老了。可以說范戴克和薩拉赫這兩筆續約拖累了利物浦，而加克波真不想說他了，進攻不行，防守又懈怠，就想不通為什麼要給他機會，而不是繼續上埃基迪克。弗林彭嘛沒功沒過，但是格拉芬貝赫呀是眼光防守，讓對方中場如入無人之境啊，對方隨意就能直塞。不過總之看了曼聯離開了阿莫林之後，皇馬離開了阿隆索之後，你就知道現在的問題還是在主教練這裡。換一個主帥，所有的球員也許就立馬不一樣，甚至包括薩拉赫。在一個下窗花了4-5個億歐元的俱樂部，居然到了賽季中期無人可用，可見引援是多麼失敗。所以斯洛特也不是唯一的罪人，這賽季總監休斯是第一罪人，斯洛特是第二罪人，還有利物浦的前定位球教練是第三罪人。今天晚上的中國利物浦球迷是中國隊也輸了，利物浦也輸了，最悲慘的。反觀對方伯恩茅斯的主教練伊勞拉帶的隊，阿德利、埃万尼尔松、阿萊士、西門尼斯、亞歷克斯、斯科特，真的是看上去龍精虎猛的樣子。所以老 K 過去曾經有一期視頻專門講了伯恩茅斯、伊勞拉的戰術。今天我就力薦一下，利物浦能不能夠把伊勞拉給挖過來？他過去跟阿爾特塔、阿隆索是發小，那麼未來熱刺對弗蘭克能不能腾位置，讓阿隆索來執教熱刺？這樣3位西班牙的發小在英超群雄逐鹿，那將是怎樣的風光，怎樣的快活？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上課，只求同年同月同日下課。所以這個伊勞拉是真的強呀。伯恩茅斯的管理層一直在拆隊，但伊勞拉的球隊卻一直有表現，拆了這麼多人，絲毫沒有影響伯恩茅斯，整整一套陣容都被拆完了，還是這麼猛。目前7勝9平7負的伯恩茅斯，雖然排名只有13，但是距離排名第4的利物浦也只有6分的差距，2場球而已。
而主教練斯洛特賽後竟然還在找理由，說我們一些球員已經接近體能極限。我的個天，你可是下窗花了4-5個億歐元呀！对比一下伯恩茅斯今年下窗失去了多少球员。所以真的这一次曼联和皇馬真的是領先了利物浦，也有可能是上賽季剛剛聯賽拿了冠軍，利物浦的氛圍集團有些不好意思。但我真的覺得利物浦有這麼多的球星，斯洛特卻只會使用一套陣容，沒有見過這麼死板的教練，沒什麼可說的。老 K 心裡面從來沒有這麼踏定過，斯洛特遲早得下課。本賽季利物浦踢了34場比賽，一共有10場輸球，還有7個平局，各項賽事的輸球場次已經超過了上賽季整個賽季的輸球場次。而最近利物浦還遭遇了連續5輪英超不勝，這可是自2021年1月以來首次遭遇這種情況。當年也同樣是作為衛冕冠軍的利物浦，也是5輪聯賽不勝。那麼下一輪英超，利物浦將坐鎮主場對陣紐卡斯爾聯隊，這也不好打呀。進入2026年，利物浦的前4場英超比賽全部戰平，這開年聯賽4連平，在歷史上僅僅低於1995年的南安普頓5連平和1999年的托特納姆熱刺6連平。不過櫻桃軍團伯恩茅斯在過去13場英超比賽也只拿下1場，是6平6負。還有本賽季利物浦在英超已經有5次在第90分鐘後被對手絕平或者絕殺，這也刷新了利物浦隊史紀錄。帶個利物浦破了各種恥辱紀錄，斯洛特如果還不走，利物浦是真沒救。想想如果沒有賽季初的那幾場絕殺，現在都不敢想利物浦在積分榜會排名第幾。球隊現在真對不起中場球員索博斯洛伊，索博斯洛伊的狀態真好，本賽季已經打入了5粒禁區外的進球，和福登並列英超球員最多。有意思的是，利物浦還正在和热刺商討，準備將羅伯遜賣掉，這是一筆價值500萬英鎊的轉會，預計在幾天內就會有結果。利物浦真不知道在搞什麼，羅伯遜這樣的精神屬性都給賣掉，利物浦的軍魂都給丟掉了，剩下來一堆軟蛋，過去所熱愛的利物浦或許即將不在了。另一方面，熱刺隊今天客場又2-2戰平了伯恩利，主教練弗蘭克仍然在賽後新聞發布會上嘴硬，他說：“我不認為表現糟糕。”我的天哪，熱刺和利物浦的抽象程度不斷的在刷新新高啊！甚至今天在熱刺落後的時候，遠征伯恩利的熱刺球迷在集體的歌唱：“弗蘭克，你的足球就是屎！”話糙理不糙，熱刺的球迷們總結得太精準了。甚至在比賽結束後，主教練弗蘭克和熱刺的球員向客隊看台球迷致謝。這時候客队看台再次響起噓聲，熱刺球迷們再次唱着：“我們希望弗蘭克下課。”這場熱刺的連續5輪英超不勝，客場對陣伯恩利。其實開局很好，第37分鐘范德芬破門，熱刺是1-0領先。沒想到上半場還沒踢完，45分鐘沃克傳中，圖安澤貝搶點扳平比分。甚至到了第77分鐘，對方還反超了比分，福斯特補射破門。直到91分鐘補時階段，熱刺絕平，羅梅羅魚躍衝頂。一句話，熱刺隊有2個世界上最好的中後衛，他們賺的真是辛苦錢。范德芬和羅梅羅在隊內進球數竟然第2、第3，一個進7個，一個進5個，真沒有1毛錢是白掙的呀。所以主教練弗蘭克到底有沒有進攻戰術？竟然靠着2位保夫大將軍雙中鋒范德芬和羅梅羅在續命。哎呀，任何人想為熱刺球迷說句公道話，那都得罵娘。現在隨着西漢姆聯隊近期狀態回升，熱刺的持續低迷，北倫敦的熱刺隊即將被拖入保級混戰。要知道上賽季熱刺的最終排名也就只有第17位，可當時因為專注於歐聯杯赛場拿到了歐聯杯冠軍，並且從未真正身處降級區，沒有危險。可本賽季已經完全不同，在狀態回暖的西漢姆聯收穫聯賽2連勝後，弗蘭克的熱刺目前僅僅領先降級區只有8分啦。下個月熱刺將接連對陣4支積分榜上半區的球隊，分別是曼城、曼聯、紐卡斯爾聯隊和阿森納。從這樣的賽程來看，也許熱刺下一場聯賽勝利還遙遙無期，所以熱刺的這個寒冬或許還會更加的難熬。另外，打平熱刺以後，伯恩利也遭遇了連續14場英超不勝，這也是他們自1970年以來頂級聯賽最長的不勝記錄。而本賽季聯賽已經打進4球的范德芬成了英超進球最多的後衛，他在各項賽事本賽季已經打進7個進球，還送出1粒助攻。好吧，另一場英超比賽，曼城是2-0主場戰勝狼隊。這場從水晶宮買來的格伊終於能夠上場了，上演首秀的他當選全場最佳球員。他不僅打滿全場，而且嘗試傳球102次，成功傳球95次，均為全場最多。
曼城一個塞門約，一個格伊，2場首秀都是全場最佳。所以曼城不僅有錢大土豪，而且來自葡萄牙體育的體育總監也很會選人。而今天官方評選的最佳是馬爾穆什，球迷票選的最佳是格伊，一人一個。馬爾穆什是完成了2次射門，1次射正，1次擊中門框，還創造了1次機會，貢獻3次搶斷，12次地面對抗贏下了7次。今天的比賽剛剛7分鐘就迎來夢幻開局，馬爾穆什搶射破門。上半場補時階段，塞門約再下一城。今天比賽下半場換上的3個人沒有什麼表現，尤其是福登在場上總是躲對抗，還幾次給自己方造成了險情。所以下半場曼城踢得真不好，而且裁判今天非常業餘。我現在老 K 真的不知道關於手球現在是什麼判罰標準。今天狼隊在禁區內手都飛起來打到球，但仍然不判點球。賽後瓜迪奧拉都氣暈了，他說，關於點球判罰和 VR， 你為什麼問我這個？昨天我在想，這2個賽季我都有一種感覺，為什麼我沒有合適的球員？你知道嗎？我真的希望有這樣的球員去應對這種情況。我們在過去9年裡6次英超奪冠都做到了，所以為什麼我現在沒有這樣的球員了？今天是這位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英超執法的首秀，現在大家都會認識他了。我想這是他第一次去看 VR， 然後允許正常擺臂。我很確定霍華德·韋伯明天會出現在媒體上解釋為什麼這不是點球，就像他們之前在我們對陣曼聯時所做的那樣，就像是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因為當時情況有些存疑，對吧？多庫因為在對曼联的德比中被達洛特犯規的動作，導致在挪威不能上場，不過沒關係，所以我在等明天的報道，不等周三。周三我們還有歐冠比賽，我們會很忙，明天霍華德·韋伯會出來解釋為什麼這不是點球。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希望有球員去應對這种情況，這是他們從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做的事兒。是的，今天這個手球不判點球真的有些過於誇張，這還是看了 VR 的結果。所以現在球迷們真的有爭議，到底是英超的裁判爛還是西甲的裁判爛？狼隊的大鹏展翅在禁區內都不算手球，那什麼算？好吧，不過今天曼城比賽最大的收穫是塞門約盤活了馬爾穆什，雙前鋒這一套還真行。加盟曼城以後，塞門約參加了3項賽事都有進球，4場比賽一共參與了4球，3個進球1個助攻，這樣超值的引援再加上今天格伊的作用，曼城真的是太爽了。就遺憾哈蘭德替補登場又沒有進球，所以已經連續703分鐘沒有取得運動戰進球，連續已經9場比賽運動戰進球荒。想一想，也就是挪威在世界杯預選賽出現，從那時候開始，哈蘭德的狀態就斷崖式下滑，也許是心氣泄了。挪威隊在預選賽期間憋着一股氣，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為了世界杯正賽怕受傷。還有賽後挺有意思的，瓜迪奧拉和切爾基进行了長時間的交流，從繞場歇場到離開場地，他們一直在進行對話。本場比賽切爾基是首發，完成了2次射門，送出了1次關鍵傳球，但3次過人都沒有能夠成功，12次地面爭搶4次成功。切爾基的技術確實可以，但有時候就覺得太愛帶球了，多帶了那麼一下，要麼就被包夹斷掉，要麼就自己帶到人群裡被斷。打反擊的時候傳球不果斷，太粘球，容易傳丟，有時候的處理球確實華而不實。所以瓜迪奧拉也許在說你踢得太像王玉棟了，狠狠地敲打一下切爾基。小將還有許多東西需要提升，未來可期。今天比賽雖然贏了，但可以看出過去的曼城一場比賽最多能給對方2-3次射门機会，但現在曼城中场控不住，所以能拿下來全靠團結一心。賽後瓜迪奧拉就說，奧萊利和格伊在最後時刻封堵射門才是整場最精彩的瞬間。瓜迪奧拉說，是的，比賽中發生了許多事情，但這是最好的一個畫面。所以如果讓我定格一張照片5秒鐘，我會選這一幕，並告訴大家，這就是我們曼城想要的。在此前曼城2場失利之後，當然，而且還是在不同的賽事中輸球的情況下，對手這樣的球隊像往常一樣在聯賽墊底。賽季初期他們踢得很艱難，但現在他們正處在最好的階段。他們在安菲爾德制造了麻煩，在酋長球場對陣阿森納時也制造了麻煩。另外，我覺得狼隊他們也有實力的球員。羅伯·愛德華茲，我知道這個主教練在富勒姆執教的那段時間，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練。所以是的，今天上半场我們展現出了良好的精神面貌。之後你也看到了，我們開局踢得非常好，意圖很明確，希望這種狀態能夠延續回來。優秀的球員，良好的能量。所以是的，今天曼城在最關鍵的、最困難的時刻，格伊來投，就有點像過去阿坎吉剛剛加入曼城的樣子，執行力很強，融入得很快。
格伊和塞門約一樣，都肯定是即插即用。在中後衛，格伊也算老油條了，還是水晶宮的隊長。來了曼城，薪水這麼高，肯定是雙贏啊。好，另外的英超，西漢姆聯隊今天3-1戰勝了桑德蘭，富勒姆2-1逆轉了布萊頓。另外，今天非常意外的拜仁慕尼黑在主場竟然1-2被奧格斯堡逆轉，遭遇了聯賽首敗。這場球前30分鐘，老 K 在直播和朋友們欣賞得津津樂道。可後來中國隊的比賽開始了，就沒再看。最後看了一下錄像啊，沒辦法，安聯球場的門柱依舊是穩定發揮，是拜仁最大的敵人。但是也無所謂啦，反正聯賽拜仁沒有一點壓力，隨便踢踢。而今天的場上，格雷茨卡和卡爾這兩個人的作用比較差。卡爾一傳球就被斷，還總想搞花活，在禁區裡還敢腳後跟撥球，這算是沒有球王的命，已經得了球王的病啊。上半場卡爾突破的次數可能都沒有自己丟球權的次數多。還有就是拜仁踢的比賽也多，感覺球員太累了，許多失誤。上半場領先之後，看着就有些跑不動了。而且對方確實是比較克拜仁慕尼黑，搶了一整場不帶累的，太離譜。而拜仁已經累得完全不想再進攻，中場拿不住球，進攻就丟球權，前腰跟兩個後腰離得太遠。穆夏拉替補上場就沒有拿到過幾次球。是的，今天最大的收穫是穆夏拉終於替補打了29分鐘，遠離傷病，慢慢回到最佳狀態，任重而道遠。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穆夏拉只要保持健康，將是肯定會在世界杯綻放耀眼光芒的球星之一。不過有意思的是，最近有消息，阿森納正在就穆夏拉把他拉到酋長球场進行談判。小時候，穆夏拉是在英格蘭出生，年少的時候在切爾西的青年學院。他的長期夢想是想為巴塞羅那效力。目前呢，最現實的下家是阿森納或切爾西，所以穆夏拉的团队正在跟阿森納之間進行談判。不過拜仁慕尼黑沒有出售他的計劃。這條爆料的渠道來自一個專門提供拜仁內幕消息的 X 平台賬號，叫拜仁太空。他最早報道了奧里塞合同中解約金條款，而且他也聲稱穆夏拉的合同中有一項2026年夏天生效的解約金條款，金額是1.5億歐元。而去年穆夏拉在拜仁簽署的續約合同中包含了一項指數級薪資的調整，每過一個賽季薪資都會上漲。穆夏拉目前的年薪是3250萬歐元，且每年會增長10%，下賽季初就會升到3575萬歐元。2030年合同最後一年的年薪則是5235萬歐元。所以穆夏拉這一份續約合同也是德國足球史上最賺錢的合同。好，今天皇馬這邊2-0在客場戰勝了比利亞雷亞爾。老 K 最近對曼聯、皇馬換帥後的前景的預測到現在仍然是正確的。今天的比賽在下半場第47分鐘，維尼修斯左路的傳中被擋，姆巴佩撿漏破門。這個球小熊維尼修斯的突破真的是太強了，真的是金球級別的。而第92分鐘補時階段，姆巴佩在禁區內自己造了點球，然後親自主罰勺子點球命中。進球以後，姆巴佩明確表達了对隊友布拉辛迪亞斯的支持，對他說：“為了你，為了你。”這個勺子進球就是為了隊友布拉辛迪亞斯為他釋放壓力。因為在非洲杯決賽中，同樣是用勺子點球方式主罰點球，卻沒能命中。這一次重大的失誤給了塞內加爾將比賽拖入加時的機會，並且塞內加爾最終奪得冠軍。而摩洛哥的布拉辛迪亞斯就被輿論給罵慘了。不過自非洲杯結束以後，皇馬的隊友們始終站在布拉辛迪亞斯身後，先是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聲援，現在又通過姆巴佩進球後的舉動傳遞出明確的支持信號。而梅開二度的姆巴佩自然當選了全場最佳。對陣比利亞雷亞爾4場球，他已經打入5個球，比其他任何对手都要多。本賽季在姆巴佩进球的21場比賽，皇馬是19勝。沒進球的11場，皇馬只有4勝。所以如果能夠保持這樣穩定的發揮，姆巴佩是真的可以接近過去他的偶像在皇馬的 C 羅，起碼在數據方面是這樣，就看歐冠能夠給皇馬帶來幾座了。而另一位大哥維尼修斯比賽中同樣發揮極為出色，看維尼修斯在左路的突破，你就真的知道老 K 為什麼如此欣賞他在競技方面的表現。比賽過程中，今天主隊比利亞雷亞爾的球迷還高喊維尼修斯沙灘足球。維尼修斯回擊道：“再大聲一點，再大聲一點！”對了，維尼修斯的女友弗吉尼亞也來到了黃色潛水艇的主場觀看比賽，賽後還發布了社媒慶祝男友的比賽獲勝。這段文案很有意思，他寫道：“在回巴西之前，順路快速去了趟卡斯特利翁，看我家貓咪比賽並拿下勝利，哈哈！
附言，要不是穿着有男朋友的球衣和球鞋，我根本不会出门。同時，女友還晒出了和维尼修斯在賽後的合影。弗吉尼亚在巴西國内是非常有影響力的网紅，社交媒體上擁有超过5000萬的粉絲。維尼修斯也立刻在社媒評論道：“腳太旺了，我愛你。”所以咱們小熊維尼修斯有這樣漂亮的姐姐在身邊，還有什麼想不通的？趕緊把皇馬給續約了吧。不過最近有報道，皇馬內部人士指出，皇馬俱樂部需要推動一種激進的重建，出售明星球員是手段之一。如果不進行結構性的調整，皇馬陣容的競爭力将持續受到限制。所以在皇馬看来，可能需要通过出售像维尼修斯或者贝林厄姆這樣的核心球員來筹集資金。現在皇馬的右後衛、中後衛、右邊鋒，尤其是中前衛，是最迫切需要補強的位置。皇馬過去向來青睞巨星，但如果能夠把資金合理分配，用在這些關鍵的拼圖上，比如穩健的後腰、強勢的左腳中後衛、充滿活力的右邊鋒，那麼也許才能真正修補皇馬這支巨星雲集卻漏洞明顯的陣容。哈哈，不過老 K 倒是不以為然，就像今天隆塞罗說的，一支球隊有維尼修斯和姆巴佩，就像打牌的時候握着4张 A。 是的，只要皇馬再拿一個歐冠，那就不是4張 A， 而是2個王啦。今天維尼修斯在賽前熱身就非常開心，表演了花式顛球，笑得直呲牙。而另一方面的消息表明，皇馬的態度很明確，已經給維尼修斯轉會風波在降溫。相關的消息說，沙特方面確實通過中間人聯繫過維尼修斯，但沒有向球員或皇馬提交任何正式報價。外界的傳聞雖然不斷，但實質性的進展並不存在。維尼修斯本人依舊將留在皇家馬德里作為首要選擇，目前最有可能的走向就是完成續約，而皇馬和球員之間也保持着高度互信，俱樂部對維尼修斯的未來充滿信心。所以現在看來，過去的那一支強大的皇馬也許正在回來，阿維羅亞我們還是要多支持。就今天的皇馬能夠展現出來什麼叫高位逼搶，這就不得了了。可以說主教練阿維羅亞已經把皇馬過去的一群大爺給哄開心了。還有今天在場上，什麼叫長傳轉移？皇馬的頂級巨星們展現的淋漓盡致，進攻的多元化起來了，防守的強度也上來了，長傳的準度也提起來了，感覺皇馬正在走上正軌。另外冷知識，過去在姆巴佩沒有來的時候，皇馬在這個場地連續不勝許多年，從2013年到2024年，皇馬就沒有在比利亞雷亞爾的主場取得過勝利。所以姆巴佩姆總當今世界技戰力最強的鋒線球員，對他沒有一個字是誇張的。現在他已經連續6個賽季在5大聯賽進球20加，也是法國球員第1人。斷的那個賽季也僅僅是因為疫情那一個賽季只踢了20場比賽，但也有18個進球5個助攻，當時和本德耶爾共享了金靴，要不然呀，姆巴佩就應該是8個賽季連續。好的，梅開二度後的姆巴佩已經本賽季西甲打入了21球，和哈里凱恩並列本賽季5大聯賽的最佳射手，排在他們後面的就是哈蘭德，在曼城進了20個。好吧，今天最傷心也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國 U23 0比4輸給了日本，獲得亞洲杯的亞軍。在今天的直播當中，老 K 已經說過了，日本球員和中國球員在場上個體的技術差異太明顯，而老 K 說的技術不是基本功，就是在狹窄空間處理球的能力。起碼在今天的上半场，主教練安東尼奧的戰術安排已經到了極致，可是中國足球的差距從來不是戰術可以彌補的。不管怎樣，今天的這一支 U23 能夠闖進決賽，值得被我們記住。足球就是現代最模擬戰爭的遊戲，所以蝴蝶飛不過滄海，沒有誰忍心責怪。華人踢球和日本球員的差距太大了，我們必須要承認。開局面對日本隊這個級別的高位壓迫和快速轉換，中國 U23 的小伙子們確實應付不了，確實是能力上的差距。實力方面完全被碾壓，哪怕日本球員要平均小2歲。就像賽後國足的新疆球員拜赫拉木更新的社媒所說，未來我會以更嚴苛的標準打磨技術，錘煉狀態，全力以赴刻苦訓練，用實際行動回應所有的信任和期待。是的，說得好，這就是每一個華人想踢球的，無論是2歲還是12歲還是22歲，都應該做的事兒。技術，巴西化的技術，巴西化炫酷的技術，只有把這個練到極致，再去推行現代化的青訓和真刀真槍的聯賽，中國足球、華人足球才有希望。未到巔峰，當我們正在翻越高山，確實技不如人，那我們就要想一想，怎麼才能有技術。 OK， 今天的轉會方面，巴塞羅那已經排除引進施洛特貝克，因為覺得他的速度慢，無法適應弗里克的防守體系。
那麼老 K 認為這也是對的。巴塞羅那弗里克的戰術太激進，必須是前場高壓，後防線需要的是像過去凱爾沃克那樣100米能夠跑進10秒左右的真正的速度狂。所以現在巴薩的引援目光主要集中在2名球員，一是國際米蘭的巴斯托尼，二是熱刺的范德芬。而大巴黎考慮為了從巴塞羅那帶走德罗，可能會付更多的錢，預計800萬歐元。這也是為了保持和巴塞羅那的關係。畢竟巴薩現在對球員德羅非常失望。德羅在17歲已經在巴薩一線隊中嶄露了頭角，而且知道巴薩俱樂部希望為他提高薪資和延長合同。但現在沒辦法了，諾坎普的管理層已經開始展望未來，希望一切盡快得到妥善解決。還有阿森納方面已經就馬德里競技的中鋒阿爾瓦雷斯的轉會進行過試探性談判，馬競可能會在今年夏天以1億歐元的價格出售阿爾瓦雷斯。加上阿森納的體育總監貝爾塔過去跟他有過密切聯繫，他參與過阿爾瓦雷斯從曼城加入馬德里競技的轉會談判。不過現在巴塞羅那也很感興趣，被視為引進阿爾瓦雷斯的熱門球隊。另外拜仁有意引進切爾西的後衛阿倉龐，但切爾西無意出售，依然堅定地希望留住這位19歲的球員。阿倉龐是英格蘭最具潛力的年輕新星，可現在切爾西中後衛位置上競爭很激烈，出場時間問題一直困擾着阿倉龐，他的合同會在2029年到期。如果切爾西推進引進雷恩的後衛雅凱的交易，那阿倉龐的機會可能會受到進一步限制。還有國際米蘭方面準備開出1800萬歐元的報價，向桑托斯隊求購小羅比尼奧。小羅比尼奧年僅18歲，就是過去前皇馬球星羅比尼奧的兒子，而且和父親一樣，他在場上也是司職左邊鋒。不過桑托斯很清楚小羅比尼奧的身價還會上漲，所以不希望在冬窗就出售他，而球員本人也更傾向於留在桑托斯，獲得更多的出場機會。不過有一點，踢了已經2個賽季，小羅比尼奧在職業聯賽1個進球都沒有，這種只是靠爸爸名字吸引注意力的，老 K 一般不太看好。好的，明天周日的晚上凌晨，老 K 将給大家直播曼聯對阿森納的比賽。這場老 K 堅決的預測曼聯不敗。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謝謝您的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咱們明天再見。